就算對電子零件冇興趣，嚟到秋葉原都想睇一睇呢度嘅特色鋪頭。上集講咗秋葉原最近比較興旺嘅二次元同埋女僕，咁就會睇一睇比較前少少嘅年代有關賣電子零件嘅鋪頭。呢啲景色喺20年之後未必可以揾得返。火車橋底就會睇到呢度，真光無線，好搶眼。後面呢度都係賣電子零件、賣收音機零件，保留翻昔日大概係戰後差唔多嘅日子，保留翻當時賣嘅嘢。仲有一班玩家嚟呢度買嘢，買啲好專業嘅電子零件，平時係見唔到揾唔到。上面就係總務線。留意一下呢兩棟大廈，上面寫住 Radio Center， 即係 Radio Center。睇個地板，即係一條走廊嚟嘅，唔覺得係兩個地方。尤其是個天花板都係一個地方咁樣。但係再睇下呢一度，貸付齋山橋就係東日本旅客鐵道株式會社租俾呢一度嘅，寫住秋葉原 Radio Store。呢度係寫住 Store， 但係另一面係叫 Radio Center。雖然睇落去好似同一個建築物咁樣，但係唔同嘅。咁點解係東日本旅客鐵道株式會社，即係由東日本會係租呢度俾佢嘅呢？個答案就好簡單，就係因為呢度正上面係路軌嚟嘅，用鐵軌路軌啲地方係屬於 JR， 咁就係終有一日都係唔租，會遇到再開發嘅情況，呢度就永遠消失喺世界上面。秋葉原會遇到呢啲情況。以前我介紹神戶、三宮嗰啲地方，亦都係已經發生咗呢啲情況㗎啦，冇人可以阻止。睇呢度比較清楚，左手邊就係 Radio Store， 右手邊就係 Radio Center。咁一睇就睇到係啦，呢個彩虹啦。咁上面一睇嘅話就會知道係兩棟建築物嚟。Radio Store 就好矮嘅啫，Radio Center 就高啲嘅。正上面就係總務線嘅鐵軌嚟㗎啦，好複雜呢度嘅關係。咁隔離嗰座都係同一個情況。呢一個牌寫咗呢三棟嘢嘅關係，其中一棟就係 Radio Store， 另一棟就係 Radio Center， 而近路邊嗰一棟叫電波會館，總共有3棟嘅黐埋一齊。如果唔留心睇都睇唔出。好舊式嘅鐵閘，幾年歷史，電掣都好舊。消防呢就要更新，因為消防好重要。個鐵閘喺呢個位就會比較新啲，隔離嗰啲係生晒鏽。睇一睇 Radio Center 同埋 Radio Store， 見到兩邊嘅鋪頭好多拎落晒閘，係近出邊中央通呢間九州電器株式會社有開門。哇！揚聲器有電線，見到佢好多貨。如果真係好鍾意玩電子 DIY 嘅人，呢度應該好開心。係咯，係沿住中央通呢啲鋪頭就比較生意好啲。另外呢一邊右手邊都有電子零件，我見到好多 cable，同埋有啲好細嘅零件啊！我睇落去都唔知係咩嚟嘅，已經插蘇頭都有咁多個。A 轉 C 之類嗰啲，佢可以贏到 Amazon 咁，應該好勁。喺日本好多人都會用 Amazon。有電腦書賣呢度，好似高登商場啊！跟住再入少少，已經係賣卡，係同二次元有關，變咗
以前呢個商場係滿晒電子零件嘅鋪頭，咁而家間下間下，有啲係賣電子零件、賣電器、賣一啲有關電子 DIY 嘅嘢，跟住間下間下就係賣模型啊、賣卡啊。入到呢度啲格仔鋪嚟㗎，唔單止係有 figure，咁出邊有啲錶，都係針對海外嘅遊客。再行入一格，有咗 figure，每一個 figure 貼晒價錢。咁大個櫥窗睇，慢慢睇真係幾開心。好多龍珠見到，跟住有相機鋪，唔係相機鋪嚟嘅，係一啲電壓火牛嗰啲嘢嚟嘅。左手邊嗰間，再行入嚟呢度有東京 T 恤，好正。跟住又係電器鋪，呢間係左手邊咪有人傾緊嘢嘅，就係好似一個講佢行入鋪頭裏邊啦，好似係澳洲定係邊度嘅嚟呢度買同電壓有關嘢，聽到少少英文係講有關電壓嘅嘢，咩幾多瓦，係日本係幾多瓦，澳洲幾多瓦咁樣。一再行呢度又有二次元，又有電子產品、電子零件。咁呢個商場已經係一半轉咗型。不過餘下有部分已經係落晒閘啦，已經冇做生意啦。呢條巷望返入去都幾冷清下。點知如果行入去睇下，有個樓梯上去，係辦公室嚟嘅。呢度都係 DIY 嘅嘢。呢條巷咁窄走廊，呢度已經改咗，變咗全部都係扭蛋。即係鋪頭要去補充啲貨物，手推車推入嚟都唔係好方便。係咯，大概有一半左右係落咗閘啦。個地板啲石屎已經係爛咗，冇人去補。上邊呢一度係之前有去過嘅，睇返2021年推出嘅秋葉原特輯就會睇到。呢度索帶係咪嚟㗎？咁多款嘅。出返嚟就係中央通。有時行秋葉原，對電子零件冇乜興趣，行入去慢慢睇，可能都幾好睇。都幾得意，左手邊嗰間鋪頭叫做牆壁的鋪，佢個名係咁樣改。上面就係 JR 嘅路軌，轉翻去左手邊電器街嘅北口，呢一邊係新啲。我到嚟呢度睇到秋葉原電波會館，地下主要係賣零件，而家係五金嘅嘢。樓上有啲西式咁樣係 Made Cafe 嚟，可以見到總務線駛緊埋嚟。呢度都唔會維持到好耐㗎啦，可能講咗10年8年就唔會存在喺呢度。有冇辦法可以睇到佢天台係點樣嘅咧？我揾下先，我揾下有冇地方可以睇到佢天台係點，我想研究一下。咁因為係趁佢未拆之前，我想睇一睇。哇！原來咁得意呢度。咁沿住呢邊就係加多士達。咁嗰陣時，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，咁美軍就統治日本。盟軍叫日本叫 GHQ General Headquarter， 咁就係統治日本。咁當時呢度有好多黑店嘅，喺另外嗰邊萬世橋對面嗰邊，嗰度有好多賣電子零件啊、收音機零件嘅黑店。黑店即係非法擺賣嘅店鋪啦。盟軍就係要去封殺，要整好個環境。咁但係要佢哋閂鋪，要啲鋪頭閂鋪，但係佢哋都要維生喎。點搞咧？嗰陣時咧好好喎。
個政府就俾咗啲地方佢，就喺秋葉原站冇改個地方嘅地點喺呢一度嚟嘅，就俾路軌下面啲地方俾佢哋做生意。咁其中而家見到嘅電波商會同埋 Lagio Store、Lagio Centre 就係得到派地方就派咗俾佢哋喺呢度扎根。戰後40幾年代，咁而家20幾年代，咁可能已經80幾年嘅歷史喺呢度。去到嗰邊有 Lagio de Prato 嘅 Eagle 行入去 Lagio de Prato，一陣間都會行過㗎啦。秋葉原車站過咗呢條中央通，過到嚟呢邊就更加多 ACG 嘢同埋女僕嘅嘢，亦都混雜咗一啲以前嘅收音機零件嘅。秋葉原最出名嘅就係加多士塔，即係高架鐵橋嘅下面嘅空間。咁次我就可以睇睇呢條鐵橋究竟係幾時整嘅，睇唔睇到先？我睇到啦。鐵橋名裕城街道駕到橋，係月柴之水去到秋葉原嘅36.52米。我有即係1998年12月有嘅，但係幾時搭嘅呢度冇寫啦，要翻去查資料先查到啦。總務線就經過呢一條鐵路，見到 Laos 嘅招牌同埋 Adidas 嘅招牌。其中2間好老字號嘅電器鋪啦，尖德嗰度係Lagio de Prato，戰後逼遷搬過嚟呢度嘅電器店喺呢度落地，即係自己集資嘅一間店。因為唔係當時嘅，係之後再重建嘅，為秋葉原嘅發展作出一分力，作出啲小貢獻。嚟到Lagio de Prato嘅門口。有部分鋪頭係冇開門嘅，呢邊閂咗閘嘅，即係上面有幾層，有啲鋪頭都係閂咗嘅，有幾層同埋電子零件。咁睇下呢度，叫Molibile，原來4樓同5樓都有一啲卡嘅，3樓係賣 Hobby， 已經轉咗型之後係上一個世代嘅真空管專門店。另外好得意，有個法律事務所瑞利士。又有夾雜住西川電器零件嘅鋪頭，睇咗一啲賣收音機零件同埋電子零件嘅鋪頭，因為呢啲鋪頭秋葉原先至可以有機會成為電器街，而馳名全世界。之後再周圍睇睇秋葉原，請俾少少時間我介紹一下我主辦嘅導賞團。我之前宣佈咗達成10萬訂閱嘅新嘗試，其中一個係主辦導賞團，已經帶咗一定嘅數目，累積咗經驗，同埋得到團友嘅意見，內容有改善，同埋調整咗收費方式。而家增加咗資源同埋一啲景點，同埋會有住喺日本嘅同事加入去帶團。多數報名嘅都係想玩1日，網上面介紹嘅景點係以半日做單位，揀其中2個景點就可以玩全日。另外，我新設計咗全日嘅導賞團，京都嘅話可以一口氣去錦市場、紫園、八坂神社同埋清水寺；而大阪嘅話可以全日遊心齋橋、難波、黑門市場同埋日本橋。詳情可以睇網頁或者用 WhatsApp 查詢。歷史嘅痕跡，Amateur Music 本館，Amateur即係業餘無線嘅本館。呢度已經唔係賣無線嗰啲嘢，變咗 net cafe 同埋啲玩 game、e-sports 同埋玩 darts 嘅飛鏢。Amateur Music 留翻以前嗰個面貌咧，就大概係咁樣嘅。都可以睇到有少少係仲係賣一啲電器啊、電子零件咁樣嘅。哇！呢個招牌呢一邊個招牌同向住我呢邊係爭好遠。入呢邊睇會好啲啊，易啲睇。咁另外對面馬路都唔差。嚟下Tokyo Leisure Game Corner， 而家係變咗係扭我成日想講扭蛋添，係夾公仔，招牌寫住 video game 啊。我 internet game 喎，咁已經唔係呢個年代嘅嘢。我睇下上面嘅裝修已經唔係呢個年代，80年代啲裝修嚟嘅。再行近啲，
招牌，我會寫住秋葉原店，即係有其他分店。哦，呢個位比較偏僻，因為過咗呢度已經係冇其他鋪頭㗎啦，係變咗做商業大廈已經，咁所以就冇咁多人會嚟呢度，同埋轉個角落頭冇乜特別嘢嘅，咁所以呢度嘅人流就比較少啲。轉翻過去嘅話就係傳單街，過埋對面嘅話就係秋葉原站。我可以見到秋葉原站，問地見到秋葉原站。我翻嚟電器街北口呢一邊，出咗出口之後，向呢個方向度轉，向左轉咧，即係見到呢條街。咁再行過去嗰邊嘅話，就係我頭先介紹咗3間電器嘅商場。呢一邊其實已經係暗示咗秋葉原嘅未來。見到呢啲好新嘅設計嘅大廈，好新嘅大廈，好高嘅大廈，混合咗一啲舊嘅建築。條路都係整到好靚嘅啦，已經。再過一個世代嘅話，就變咗咁樣，係全玻璃幕牆嘅大廈。呢一座係叫 Dai Biru， 係秋葉原再開發計劃裏邊比較早期起嘅大廈嚟嘅。咁再隔離呢一棟就係 UDX， 以前呢度有一個青果市場轉咗位之後，調咗去太田區嗰度之後，咁就變咗做籃球場。籃球場空置咗成10幾年啦。嗰陣時東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因為搞唔掂啊，未諗掂係起咩，最終就變咗起呢間叫 UDX。成個 project 個名叫 COSPIRITO， 睇到少少個英文字。呢度就係再開發嘅其中一環，呢一邊都係再開發，哇！睇下幾高。住友不動產秋葉原站前 Biru 之後嘅秋葉原，可能再過多20年左右，可能就會變成咁樣。咁另外頭先我哋介紹 Onoden、Laosu、Edion 嗰3座咧，都會改建成為咁嘅。大家如果要去把握秋葉原昭和時代20世紀嗰個風貌嘅話，就好快啲嚟㗎。日本如果熱嘅話，夏天就會吹啲霧出嚟。對於我哋戴眼鏡嘅人咧，然後經過呢度咧，要耷低頭或者要揞住隻眼鏡先得。出翻嚟秋葉原電器街口呢一個位，就有Hamasi Nation Store， 以前係有Gundam Cafe，同埋正呢個位就係 AKB48 Cafe， 兩度已經係消失咗啦。歡迎大家之後行呢條路過去對面。不過對面之前，我想講少少。鐵道路軌下面啲鋪頭係好新嘅，係前幾年改過翻新晒，個環境唔係咁好嘅，翻新改裝而家變咗好靚。咁喺神戶嗰度都會係做呢件事嘅。過對面就唔會有咁多鋁箔，唔會有咁多電器嘅。最大嗰間電器鋪亦都係喺秋葉原最後開張嘅電器鋪，叫Yodobashi Akiba就喺對面啦。Scuba Express 已經好方便，由秋葉原出發，經過淺草之後啲住宅區，最後去到筑波。而最近日本比較多人講嘅就係Nagareyama Otakanomory，呢度係好出名，好多家長都會揀呢度住，因為育兒嘅配套好好，幼稚園、幼兒園同埋居住嘅環境都好好。我都想去呢度，下次我都會計劃去呢度嘅。流山大櫻之心，櫻就係雀仔鷹嗰個字啊。呢上邊成座都係Yodobashi Akiba，即係Yodobashi Camera 嘅秋葉原嘅分店。2009年落成，即係去到2000年代，大家已經知道秋葉原電器街嘅最繁盛嘅時期已經過去，但係Yodobashi Camera都揀喺呢度開分店。而且都吸引咗好多客人，因為呢一邊嘅出口係冇咁多人，而Yodobashi Akiba可以吸引到咁多客人係比較難得。可以見到過咗馬路另外一邊已經唔係我哋認識嘅秋葉原，即電器街或者係 ACG 二次元或者係女僕嗰度㗎啦已經。除咗Yodobashi Akiba呢間大型嘅電器公司同埋一啲二次元嘢賣之外，隔離一條路好多嘢賣食嘅可以。多數係小食。夜晚如果離開秋葉原咁晏晝得嘅，可以行呢度。會通過去另外一邊秋葉原嘅出口。
不如行一行呢條巷仔，通返去站嘅另外一面。我有瓦拉比莫茨專門店嚟添，仲要係咁有啲冬甩。哇！左手邊一大辣扭蛋機，一睇呢邊右手邊就係健達國，係章魚小丸子咧。香港譯就可以睇到佢哋燒。咁健達國最出名嘅就係用好多油去整，咁就會整到個外皮脆卜卜。有部分大阪人就覺得呢啲係旁門左道嚟。呢個章魚小丸子喺日本嘅議論都幾有趣。話咁快就出返嚟站嘅另外一邊。如果遊客嘅話，喺呢邊出口出就唔係咁多。有陣時搭地鐵搞唔清邊個出口出嘅話，就會上到嚟呢度，跟住喺度望應該點樣行返過去呢？咁而家就方便好多，有條通道可以通返過去對面。而呢度行出去就有個公園仔，呢一度就可以揾返秋葉原具歷史價值嘅遺跡。希望鍾意睇最新日本影片嘅觀眾可以課金俾我，幫助我可以拍更多更好嘅影片。課金有幾個方法，有 PayMe， 香港觀眾可以用呢一個，仲有 PayPal， 住歐美嘅觀眾就好方便。PayMe 同埋 PayPal 金額係任意，睇完每一條片覺得好睇嘅話，每個觀眾課金少少，夾埋嘅話對我嘅支持就好大。而之後就係 Patreon， 呢個係每個月自動課金一定嘅金額，長期支持 Patreon 就最好，我亦都係最開心。而最後以上3種方法都唔啱嘅話，就可以揀 YouTube 嘅 Membership。有多巴斯亞基吧，另一邊出口，同埋秋葉原站另一邊出口，出到嚟呢度有個公園叫做秋葉原公園。呢個公園單止俾人喺度休息或者係偷雞食煙之外，呢度係保存咗秋葉原嘅歷史。呢個位就仲未睇到以前秋葉原究竟係一啲咩嘅，要行前少少先見到。原來秋葉原度有人租單車，150 yen 30分鐘。差唔多見到啦。咁留意鏡頭嘅中間有個類似石柱咁樣，另外嗰邊都有類似石柱咁樣嘅。呢一度就係秋葉原嘅歷史。呢度會有講神田座構間丁一丁目，咁就係話而家企喺呢度呢個位，咁呢度就係秋葉原站。呢一度係神田村嚟，係一條河嚟。睇返舊地圖就會更加清楚。而家嘅地方背後係一條河。而我想介紹嘅呢條石柱就係以往嗰條橋嘅石柱。你生晒鏽喺度，你條柱應該係重新起過嘅，不過呢塊牌就係留返座構間橋。以往就係呢度有一條橋通過神田村。呢條馬路就係神田村，呢一度都係已經填咗。去對面都可以睇到神田村前嗰條橋嘅橋柱。呢度應該係用ひらがな嚟寫，係啦，薩庫馬橋都仲有保留喺度，所以呢度就叫做秋葉原公園，都有佢嘅道理。呢兩集好簡單咁樣介紹咗秋葉原，由戰前賣收音機零件嘅鋪頭，之後發展成電器街，再有電腦嘅鋪頭，由硬件之後變成軟件，再有二次元嘅文化，到最近嘅女僕文化，一個唔係好大嘅地方，具備咗唔同嘅特色。到咗2020年代，秋葉原勉強可以保持以往嘅特色，之後呢個地方再開發唔會停止。
沿住中央通嘅3間老字號嘅電器鋪，因為再重建計劃而清拆嗰陣時，秋葉原可能會變得面目全非。